老铁们，首先祝大家马年快乐，阖家幸福安康，在新的一年的股市多多赚钱。我来继续我这每月一更。2月份我没有对股票进行任何操作，但美股跌跌不休，在2月份经历了 AI disruption 的冲击， Palantir 持续下跌，英伟达第一时交出了亮眼的季报，市场还是不买单。2月底英伟达的股票也跌到180美元每股下方，但美国这边投资组合的收益反而是正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买的20年美债在2月有一次分红，而美债的 mark to market 价格在2月份普遍上扬，造成总投资余额为25.9万美元，比上月增加1%。我特地去看了一下20年美债的收益曲线，确实在2月底有显著下滑。不过我投资美债并没指望 capital gain， 所以涨跌实际上和我关系不大。3月初，随着伊朗冲突的爆发，收益率又有所抬头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和2月底投资表现无关。中国的 A 股量化基金池继续表现抢眼，2月底的基金余额比1月底上涨了5.15%。总体上，2026年2月的美股表现有点让人失望。而靠着美债和中国量化基金的表现，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.8计算，总投资组合余额为324万人民币，收益率为1.85%。2026年累计收益率为1.27%。接下来来说下3月份投资策略。3月开头爆发了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。美国炸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，伊朗又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目标。这一冲突导致石油涨，美债跌，美股跌，身逢乱世还是要小心一点。3月份继续观望，待战争这一扰乱因素结束之后，再来看看怎么操作吧。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调整，因为对 AI 的担忧到现在还没消除。美债方面保持稳定，应该不会有大动作，会对到期利息进行再投资，毕竟这是支撑我生活费的收入来源。最后，中国 A 股的量化基金暂时不会动，因为现在赎回的话会有赎回费，等到2027年3月份再看看是否有资金的需求来赎回。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月再见。